Empress 新款的挤奶器 M-Medi Plus 跟 Empress 比较起来，外表和包装都比较朴素。只是看照片的话，那个设计也不起眼，可是它很独特，是穿戴式挤奶器之中的一个异类，很有趣。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 M-Medi Plus 的用后感。大家好，我是 Lily。虽然 M-Medi Plus 不是大马挤奶器之家 Giveaway 里面的奖品之一，可是目前这个 Giveaway 还在进行中，所以请大家踊跃参与。在 video 后面我也会提醒大家怎样去参加这一个 Giveaway。那每个人的审美观都不一样。我第一次见到 M-Medi Plus 呢，就是在我整理大马挤奶器之家网站资料的时候，是看到这一张照片。我承认当时觉得它不起眼，没有 Empress 那一种华丽的外表。可是当我拿在手上亲眼仔细看的话，其实这一款挤奶器长得也不差啊。你看看这个光滑的顶部，还有流畅的线条，配合线条而设计的按钮，再加上这一个屏幕，很美啊。而且紫色跟白色的搭配也让我联想起香甜的 Blueberry Cheesecake， 颜色挺好看嘛。拿在手上明显就能感觉到它比一般的穿戴式挤奶器薄，是我目前手上 review 的3款挤奶器之中最薄的那一款。而且你看它还可以这样子站好好嘞。M-Medi Plus 是采用机体和挤奶杯融合的设计，这样的设计呢，一般上会牺牲2个 ounce 的挤奶杯容量，可是它却只是牺牲了1个 ounce 而已。这个挤奶杯能够容纳6个 ounce， 也就是180 ml， 上面也有清楚的线条显示容量。M-Medi Plus 的开关按钮在这里，按一下就直接开机，用你最后用过的模式。操作中按一下就是暂停，按着不放就是关机。左右的加减就是增加或者减少吸力的 level。这一个齿轮图案的按钮是用来切换模式的按钮。M-Medi Plus 一共有4个抽吸模式，每一个模式在显示屏幕都有个别的图案去代表。心形的图案就是刺激模式 Stimulation Mode， 2滴水的图案就是代表吸奶模式 Expression Mode。 那左下角这个水滴图案，说明书里面是写 Deaf Mode， 不确定是什么意思，但是网上的资料显示这一个模式不是叫 Deaf Mode， 而是叫做 Vibrate Pumping， 震动泵奶的意思。看形容似乎是混合模式，使用的时候感觉是另一种的抽吸风格和吸奶模式，节奏和感觉都不一样。最后右下角的青灯代表省电吸奶模式，如果只是用这一个模式的话，我测试过可以泵完9次完整的30分钟，第10次也可以泵到接近30分钟才没有电。这一个显示屏幕会在你没有按任何东西大概20秒左右就会自动隐藏。它隐藏后你随便按一个按钮并不会改变任何操作，就只是会再出现这个显示而已。M-Medi Plus 就只有1个喇叭尺寸，同一个喇叭适合 27mm 以下的全部乳头尺寸。目前我已经试用了一段时间，都没有感觉疼痛或者不适，反而觉得这一个喇叭配合挤奶器的抽吸效果，感觉跟其他挤奶器真的很不一样。但是我没有奶，无法判断泵的效果如何。在开始制作大马挤奶器之家网站后，我也发现了原来现在有些牌子都有推出这一类 One Size Fit All 的挤奶器喇叭，比如说韩国 Haenim 的 Nexus Fit， 还有英国 Philips Avon 的喇叭也是这样子，没有确实尺寸的。可是不是说喇叭尺寸很重要吗？这一类 One Size Fit All 的喇叭尺寸到底靠不靠谱呢？对不起啦，我目前还没有结论，也没有答案可以给你。
毕竟这些牌子之中，目前我有机会体验过的就只是这一款 M-Medi Plus 的喇叭。再说挤奶器的效果好不好，用到会不会痛，都是因人而异的。所以我想请各位有用过这一类 One Size Fit All 喇叭的妈咪，去大马挤奶器之家网站搜索你的挤奶器，并发布你的用后感，这样子可以让大家参考，能够帮到更多人。操作声音方面， M-Medi Plus 是我目前手上体验中的穿戴式挤奶器之中操作声音最大的。接下来说一说电池前面我不是有说过，这一个省电吸奶模式可以让我泵9次完整的30分钟吗？神奇的是我用这一个水珠笛图案的震动泵奶模式，竟然可以泵满11次30分钟，神奇了，比省电模式更省电。或许是模式或者吸力 level 设置的关系吧。无论如何，电池量就只有1000 mAh 的 M-Medi Plus 可以做到9到11次的30分钟，确实很省电M-Medi Plus 的显示屏幕并没有专属的电池量显示，当电池量少到了某个程度，对不起，说明书里面有清楚写了这个，可是没有任何电路知识的我看不明白这一个是什么意思，只知道电池量少到了某个程度，显示屏幕就会闪动提醒。不过我已经榨干过它的电池3次，我3次都没有注意到这一个闪动提醒有没有出现，然后它就没有电了有点懊恼。它的充电孔在这里，用的是 USB Type-C， 充电的时候屏幕会这样转动，表示正在充电中，充满电它就固定不动了。就跟前面说的一样，我觉得 M-Medi Plus 是一款很独特的挤奶器，挺有个性的。它采用机体和挤奶杯融合的设计，厚度也比较薄，可是却没有牺牲太多的挤奶杯容量，甚至还能有屏幕显示。电池容量并不大，可是电池却出乎意料之外很耐用。它的喇叭没有固定尺寸，这个概念对我来说还是很新奇的事，所以我无法评论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。如果要挑剔的话，就是它的操作声音比较大，屏幕没有显示时间，也无法随时查看电池量状态吧。M-Medi Plus 的价钱，一个是马币299，两个的话是559。这个价钱不是最便宜的，可是跟其他贵的穿戴式挤奶器比较起来，却又不是很贵。但无可否认穿戴式挤奶器之中，这一款还真的很独特。你选购挤奶器去试机的时候，有机会试用这一家的话，不妨亲身体验一下。可是如果你目前刚产后或者还在坐月子中，请先不要急着买挤奶器来用。坐月子期间可以亲喂就请你尽量亲喂，这样子可以避免将来遇上很多不必要的哺乳难题。我见过太多了，才会每次都说这一句。话说我朋友开的这一个网站大马挤奶器之家，目前的 giveaway 还在进行中，你可以在下面找到参加的链接。参加的方法基本上就只是跟着链接里面写的指示去做，成为网站的活跃用户就会提高赢奖机会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对这一款 M-Medi Plus 有什么意见的话，或者你想要大马挤奶器之家写一篇文章，拿 M-Medi Plus 跟另外一款挤奶器比较，也可以在那网站里面留言建议